这一期是要给这3颗蝴蝶兰换盆，给它们新做了盆，新做的盆保水透气，还废物利用，而且还考虑到室内和户外2种情况。在开始换盆之前，我要说一下为什么要换盆。这3颗的养殖方式是差不多的，都使用了网子，26号是先开始用的，它下面的根儿长得真的不错。那会儿天气比较冷，后来36号和36-1也用了这个方法。最近天气转暖，这个方法就不那么好用了。不那么好用的原因是因为空气比较干，天气转暖之后，它生长加速嘛，蓄水量也开始加大。那这个方法呢，就觉得太干了。太干的表现，您看它的叶子越来越大了。另外2颗的叶子虽然还没有往下垂，但是看它的根非常的干。使用这种方法，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月当中，要想保持生长良好，我就比较费事儿，需要经常的给它喷水、换水，工作量有点大。这就是我想换盆的原因。我想给自己找一个省事儿一点的办法。使用这种网子的方式，在冬季那会儿确实挺好的，也很省心。所以如果您的环境湿度是比较偏大的那种，这个方法是合适的。但是我这儿看起来只有冬季合适，其他季节有点费事儿。我是用一个瓶子给它做花盆，瓶子1剪2半，2半都可以用，上头这个直接插到里面，上下2节我都打了孔，连瓶盖上都打了孔。根据目测，把上面这一节再修的略微矮一些。下边这一节瓶子的底部没有打孔，最下边的孔到底部也还有一点距离。这种打孔方式下面是一定会存水的。小心的把兰花取出来，放几粒石头压重，主要是让兰花站稳，不容易被风吹倒。瓶子头就这样放进来。底部存水的这个设计，主要是考虑到户外的时候，户外有风，蒸发会比较快，存一点水呢，有利于保湿。如果遇到下雨，水可以从位置最低的那个孔排出去。这和那次我们给卡特兰做的那个存水的盆异曲同工。这个比卡特兰那个还更透气一些，但是上次那个卡特兰不太适合这么做。还记得吧？上次那个卡特兰根部没有拆散，这个方式是放不进去的。而这次蝴蝶兰的根部是散开的，放上那个瓶子头呢，刚好可以撑着蝴蝶兰。也就是说，那个瓶子头既有透气的作用，也有支撑的作用。我现在倒进去的是珍珠岩，珍珠岩保湿透气是非常好的质料。除了珍珠岩，我还放了桃粒儿，因为根比较多，这个桃粒儿我就只能一粒儿一粒儿从缝儿里塞进去。放桃粒儿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，不要打上根尖儿。我选的这个位置刚好没有根尖儿，都是些老根。放珍珠岩就还好，因为珍珠岩非常的轻，所以冲击力不强。可以看到，因为那个瓶子头撑在中间，所以质料只在4周。所以加了一个瓶子头，可能还有一个节省质料的好处。看，这里面还有好多的空隙。我们在栽种普通的盆栽花的时候，一般来说花盆也是不允许留这么大的空隙的。那个根儿不能跟土紧密结合的话，根儿是会出问题的。但蝴蝶兰就没有问题，不仅没有问题，还有好处呢。因为蝴蝶兰是附生兰，它的根本来就应该暴露在空气当中的，
那我们为什么又要给它加植料呢？加植料的主要目的就是给根部制造湿润的环境。这么说吧，植料就相当于是一个根部加湿器。第一颗换完了，我们再来换剩下的2颗。刚才的平尾平头我们是这个方向用的，就是平口冲上，也可以换个方向，平口冲下。这2种方式都可以起到增加根部透气性的作用，也都能够适当的分割一下底部的存水和质料。具体怎么用，就根据蝴蝶兰根部的多少形状来决定吧。平口冲下呢，会导致根部往中间集中，反正是透明又透气的，倒也不是个问题。不过我个人还是觉得平口冲上好像看着更舒服一些，这样根是往四周走，而且平口那个位置对蝴蝶兰也能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。所以接下来的2个我还是都让那个平头的平口冲上，平尾也就是瓶子的底部都没有打孔，最低的孔离开底部都有一定的距离。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和刚才第一个也差不多。这3颗我都选了无机物做植料，没有使用有机物，主要是考虑到拿到户外的时候，无机物可能更不容易藏虫吧。你看这颗去年被虫咬得非常厉害，这儿啃了一个坑，叶子上也有很多疤。这颗的根非常干，有点皱了都，这还是给它泡了一下水呢。刚才我发现虽然都是蝴蝶兰，但不同品种对湿度的要求或者说耐受能力好像也不太一样。您边看着我往里塞这个根，我说个题外话，可能您已经发现了，最近我发了好几个短视频，接下来我也还会再发，这是 YouTube 给提供的一个新的功能，是用手机竖屏拍的，不过我看在电脑端也能够看到。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的，你现在看到的这种长视频，我们就还是慢慢的聊天，各种心得体会在聊天当中你都能看到听到。而这些短视频就都是非常浓缩的内容了。目前正做的是要把每一盆开着的花儿都拍个10秒左右的短视频，以后还可能会做一批一个问题一个视频的这种短视频。虽然所有的问题都会在长视频里被聊到，但是视频太长嘛，有时候不经意间这个问题可能就被忽略了，所以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干脆再做单独的短视频。这样您就根据您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看长视频还是短视频。不着急的呢，慢慢看长视频，有性子急嫌我说话啰嗦的，那就看短视频吧。不过短视频目前还没有太多内容，容我慢慢做哈，不要着急。好，关于长视频短视频就先说到这儿，接着回来看我往里放珍珠岩。前面说过，珍珠岩虽然表面也很粗糙，可是因为它太轻了，不太容易打伤根尖儿，所以如果有根尖儿，像这儿先放点珍珠岩把根尖儿挡起来，也是一个保护措施。被珍珠岩挡好之后再放桃粒儿，就不担心打伤根尖儿了。前面还有说过，珍珠岩是特别好的一种植料，那能不能单独使用呢？也可以，但是它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太轻了。如果全部用珍珠岩的话，这个浇水有点麻烦，稍微浇多一点它就都浮起来了。如果放到户外呢，风一吹还有可能都给吹飞了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没有单独使用珍珠岩，而是加了一些桃粒儿。
换好了，加点水泡泡根，泡泡植料。这是自来水没有肥，原因是这个根太干了，根特别干的时候不适合施肥。另外就是刚刚换过的盆最好是先给清水，稳定之后再开始给肥。当然也要看生长季节是不是合适给肥。顺便看一眼36的这个新芽儿，看到吗？我觉得应该是花芽，但是它长了好大一片小叶子。它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过，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不知道跟虫子咬它有没有关系。虫子咬的真的很厉害，它的新花芽儿，刚才看的那个茎部、根、叶都有被咬。这棵其实很强健，看它那个茎特别长，叶片也很多。去年的花开的也很好。它还曾经有一个高芽儿摘下来了，36-1就是。这个品种我感觉它更喜欢根部湿度大一些，希望它喜欢我给它的这个新的家。使用网子的这儿还有2颗，原本的设计都是挂着，但是实在太干了，所以最近都改成直接坐到盆里，盆里还放了水，这才看着都精神一些了。44号还掉了一个花苞，现在比较湿了，它的花儿感觉要打开了。所以说适合的才是最好的，适合自己环境和作息时间的养护方式才是最好的养护方式。